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新年快乐；桃园市议员备役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新年好；财经专家许清煌，武哥好，大家好，祝大家马上成功啊！这个马上发财。好，来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桃园市议员林涛，武哥好，大家新年快乐！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祝大家幸福加码 ，horse 好事发生。OK， 来，接下来为你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黄明。好，祝福大家财源滚滚哦，发大财。好今天是大年初二，那传统回娘家的日子。那当然呢，现场来宾都是我们的节目呢长期有一些的来宾，那跟大家一起陪伴这么久，看国内所有的政坛一些的发展。那在去年一整年，那接下来呢这一集里面要为各位大家分析的是国内接下来未来这一年，包括两岸之间的关系，包括因为2026选举年，国内各大选区之间大家战况如何？不过一开始，因为去年一整年为什么我们节目里面一定会请到财经专家，像清煌常在节目里面，就是因为去年一整年，清煌去年一整年算是国人发大财的一年，对不对？对 ，OK， 尤其是在股市啦、AI。那小玉刚才的祝福词呢，特别只提到你说是。幸福加码好事发生，但他就不讲发大财，为什么呢？清煌为什么他就是不讲发大财呢？他明明有发大财的机会，对不对？对，因为他错过了一个大财这个大财至少有300万左右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因为去年我结婚嘛，对不对？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小玉陪我去，小玉陪我去的时候呢，小玉提了一个需求。小玉的需求就是呢，这个希望我可以给他建议投资的这个标的。好，那我想了一想，就跟他说，好，我回台湾之后告诉你。好，所以12月初的时候我们到日本结婚，然后12月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看到台积电的股价呢，这个1430、1450左右，我觉得你可以买。我觉得之后呢会涨，大概会涨至少1800以上。然后结果小玉那一天跟我说，他买了3个月的定存。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已经买了3个月的定存了，那就看下一次吧。就没有想到的是，台积电这一次呢，这个达到1800的速度，比想象中还来得更快。好。这我12月中跟小玉讲完了之后呢，没想到在1月下旬的时候呢，台积电就到了1820块。所以等于对小玉来讲呢，这个从1430块，然后到1820块中间大概就是400块左右。所以以台积电来讲呢，你看这400块左右呢，大概就是40万。那以小玉当时的规模，至少可以买8张的话就是320万。对，投资这个还是给我好，投资有赚有赔，投资当然有赚有赔。邱小玉是。你在干什么？我们保守理财，对，我们投资有赚有赔，我们这个心情这个非常的淡定。不是你听完以后，大家不会觉得去年一整年，当然这一整年国内的股市啦非常旺，大家看到股市上3万多点，那当然这是整体的一些的环境。可是你光听到一个，尤其我们大家长期看到这些朋友，你说没有听到就算了，听到然后做这样的选择，我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谁是邱小玉的好朋友。大家都是啊，对不对？我的兄弟们，这个我已经拿过了。本来是，但今天听到这件事情就不是了。OK， 好，那我只能说，观众朋友，这个叫不贪不取。对，正义之适合从政。你看我不会踩飞轮嘛。OK，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各位观众朋友，那只有一个建议，还好邱小玉呢，她是政治判断，好不好？她是政治分析，她没有在做财经分析。OK。你也不要因为他这一段去影响到他未来对政治判断的所有的一些的结果 ，OK？ 这样好不好？我已经帮你圆了，谢谢，好不好？好，那对国人来讲的话，当然去年一整年这样，可是，在政治跟经济各方面来看的话，那今年一整年来看的话，好，第一个，当然你会看到两岸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只影响到台湾。可能也会影响到全球。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包括你说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变化，那跟我们当然一定会有直接或间接一些的关系。那现在看起来的话，更何况今年是大选年，小玉有为什么会从小玉开始呢？就因为我没有买台积电吗？对，没有，因为你不贪不取，好不好 ？OK， 来小玉，对，我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那其实包括现在对全台湾来讲的话，大家会面临到一个问题，那两大之间难为少，美中之间，我们真的要去做一些选择吗？郑丽文在去年年底就讲说，我台湾为什么一定要做选择呢？中华民国为什么一定要做选择？人家英国首相都说我们不用选，难道美中我们一定要选吗？可是很多的大环境，有一些人就直接跟你讲，当川普是这样作为的时候，我们难道
难道还有资格可以不做其中一边的选择吗？因为这会牵扯到从去年到现在，你看去年年底开始，包括我们的军售的问题，包括关税的问题，再都影响到台湾该怎么看。可是我必须讲哦，郑丽文有一句话哈，这个我觉得充满了 bug 啦。譬如说他说什么中国大陆是我们的亲人，然后美国是恩人，曾经是我们的恩人。对，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历史逻辑是有，你说美国是恩人，可是美国也曾经跟我们断交过啊，对不对？那所以他的恩是只说哦，这个当时这个美国援助我们的一个部分嘛，应该是韩战期间，应该是对啦，就是，但是它是一段一段嘛，但是我们跟这个美国的恩怨情仇也不是说他就是我们的恩人这么简单呐，哈，对。那他讲说中国是我们的亲人，可是我也觉得很怪，有亲人，当然啦，亲人就是有什么那种家暴的，但他不是好的亲人啊。如果我也不赞成他是亲人嘛。那他就家暴啊，比如说凯凯案这种的很可怕啊，虐待你啊，那一天到晚就是在共击共建扰台。如果说真的是视你如亲人，是手足的话，那他怎么会这样子的对待你？然后你不听他的话，然后他就威胁你要打你，然后甚至要消灭你干嘛？然后还不准你有自己的自主意识。好，不是有传出说，如果说什么要统一的话，连中华民国的主体都不存在这种事情。这怎么会有这种恐怖的这种亲人？那这种亲人真的不要也罢，这太恐怖了吧？对，所以我说他的话第一个就充满了让人家觉得有很多的一个 bug 在了哈。那回过头来，我必须要讲说，那当然啦，就是在过年前大家这个比较众所瞩目的就是那种国共智库和谈的这个部分嘛哈。那第一个，如果说是亲人，怎么会把你降级嘞？明明就是大家这个平等这个平等的一个对待，可是突然你要去之前要先开条件，然后又给你降级，又变成智库的部分哈。那你说这个还要设限还要设限，包括就说你不谈政治啊，那什么都不能谈。那我要问啊其实大家印象深刻，就是说我还是要奉劝国民党啊，国共和谈从来都没有好下场过，不然就是一路谈啊，怎么会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好听点讲是破千来台啊，说难听一点，其实你就是整个就是被共产党骗了，然后就整个这个被打落荒而逃嘛哈。那如果大家印象更深刻，我们不要讲那个什么国共之间讲对，不要讲那个蒋介石的事情，我们就直接谈这个当时2020年，其实因见不远，才5年前呢，当时王金平啊，当时的主席是江启臣，那个时候呢也想要恢复就派王金平去参加第12届的这个海峡论坛那你知道当时这个他们央视的主播啊李鸿是怎么说的？李鸿就直接讲说这个就是来求和的啦，就一个求和说嘛结果你知道李鸿这句话出来之后呢，当然啦，整个国民党不要说国民党了啦，我就说就算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也觉得说，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你听到我们的这样子的国民党比如国民党朋友被这样对待，就说你要去参加一个论坛，然后被人家讲说你是来求和的，我觉得只要身为同胞，我觉得这种话都听不下去。可是李鸿为这件事情有没有道歉呢？他也没有道歉啊！你看没对求和说道歉没有道歉而且最后啦，央视当然有把这个节目给他下架，可是他并没有道歉。那他最多只有做到把这件新闻下架，结果后来他的网友还直接帮李鸿抱不平，中国的小粉红就说，这个你是怎么玻璃心呐这玻璃心，那就说那不要说求和好了，难怪说来要饭的嘛，就直接变要饭说然后就一路就说，那你不是来求和，是来讨饭那国民党一群臭要饭，哇，就整个下面接龙所以。代表就是说，那到底你被这样羞辱了之后，后来王金平他当最后没有去了王金平最后就说大家就不要去。可是我觉得国民党已经没有骨气到一个极点你知道当时2020年王金平虽然为这件事情他没有去，可是最后国民党还是派谁去？国民党是一个代理主席林荣德，他还是曾经做过国民党的代理主席你还是主席的身份，你还是去了所以林荣德他最后是以台商的身份，可是为什么还是要去呢？你被人家羞辱，最后你还是跑去了。所以我真心觉得说，以这个过往的历史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国民党就是被人家洗脸被人家这样啪啪啪，可是你还是硬着头皮要去。那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已经我觉得说国民党为什么要告《自由时报》呢？那《自由时报》哪一个没有写哪一个没有写对？包括说你挡了军购，然后最后这个你还是去了这个国共的论坛。那你是不是挡了军购？你还是嘛，你还是挡了军购嘛？那你军购挡了之后，然后你最后换的一个国共论坛，
可是你谈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最后要讲是说了，因为你又不是行政单位，那你比如说你开了这个，比如说你要谈旅游好了，那我就问旅游这个陆委会啊，这过年前的时候有一个记者会，他有提到一个数字，我觉得蛮惊人的哦。他说2023年啊，我们的国人啊去中国旅游哦，那当时就是说失联或者是说不见的哈有55个人，可是到了2024年的时候哦，2025年的时候，我们变成221个人，多了4倍，多了4倍。那我觉得说你要交流没关系，可是每次国民党去都不是直流，变成说你都是去听人家讲什么，就只能听。那我们要表达意见，你至少要讲说，那我们的国人为什么会从2024年的55个人变2025年的221个人，多了4倍啊？这些我们的国人同胞的安危呢，你要怎么样来保障？你至少要讲说，那我们的国人为什么会从2024年的55个人变2025年的221个人，多了4倍啊？这些我们的国人同胞的安危呢，你要怎么样来保障？对，那你不能老是只是去，然后带伴手礼去啊，但是我们的意见都不表达。但是林涛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两岸之间的关系跟国内的政治氛围一定都会是联动性。对 ，OK， 那这个政治社会因为今年年底2026是大选年，那在场包括你苏培，包括将军。然后包括对，还有亲王，对，都要参选。所以这一次在所有这些里头，那像这样的一些氛围，那对蓝营来讲的话，不管是年前的国共智库的论坛，然后接下来会不会有所谓的政协会，所有这些，那国民党觉得要进行这样子，在政治风险上面会怎么评估呢？我觉得这整个的两岸的逻辑跟交流，当然会影响2026的选举哦，这是一个前提。那我要先按刚才这个小玉姐的评论来回答刚才的政治。赞的，害我吓一跳。不是，我先说好，因为今天是大年初2，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很坚定的友谊。就算你没有赚到台积电，我们还是会非常的支持你。你现在在打我一拳的，用黄金打我，对不对？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刚才小玉姐她讲说，其实这个国共论坛原本是过去大家讲说，你会不会触及协议啊？你会不会触及政治的敏感吗？那这一次都没有嘛。那这个小玉姐就讲说，那为什么你们没有触及政治？那你们去干嘛嘛？那所以你就回来看他们俩，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共的论坛看起来是比较产业，包括你的 AI 的设计，包括气候变迁、一些防灾的一个对谈，把它从原本大家觉得你在选举年去跟中国大陆谈到政治那么敏感的干什么，退回来到以智库的方式来谈议题的走向，我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牌。那我觉得安全牌当然就跟这个年底选举有关嘛。那可是在这过程中，你可以知道这个论坛在智库在讨论这几个议题，请问跟军购有什么关系？你今天就算他们谈到了什么结果，请问党团会买单吗？那如果国民党党团买单，白营也不会接受嘛，因为现在蓝白在立法院是蓝白合嘛，所以跟军购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如果有任何结论，也没办法影响到立法院实质的结果。第二个呢，没有门票的问题，因为去参加就是长此久往，是这一次的副主席来带领一些党务的或相关的政治的去参加，也没有什么门票，没有什么我同意不同意，因为这不是政协会，这是议题的交流，平常的交流都在进行了，只是这个名字叫做国共论坛而已。所以我觉得这几个要先厘清哦。那再来讲到，就是说这整个交流的过程会不会影响到2026？我自己在选举的人呐，因为年底我们要竞选连任，我相信苏培啊、于将军大家都是一样，还有清煌。那我觉得，因为台湾的民众对于保卫台湾，对于站在台湾利益去思考这整个台湾的走向是很重要的。举2个例子嘛，谁的两岸政策在过去一段时间最受到大家国人的买单？蒋万安，张善政。蒋万安市长在双城论坛有为有守，而且大家就看到那个短影音嘛，他讲到那6到8分钟是成为一个经典，因为他既保护了中华民国的尊严，也照顾了台湾的利益，而且让这双城至少有一个对话交流，不要让区域的风险提高，所以他是真正可以达到国民党希望两岸什么去风险化的这个做法。那你看到张善政市长过去不管是对军演或是对两岸的这个去风险
选化的这个轴线，也获得市民高达70%的支持。所以我觉得2026年国民党或是说甚至白营的朋友，所有的政治人物在讲到两岸，在照顾国防，在照顾台湾的利益的时候，应该是要以蒋万安跟张善政，还有过去我们在讲的朱立伦主席讲的亲美友日和陆的方向来做进行。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看一下郑丽文主席啊，他讲说美国是恩人，中国大陆是家人、亲人哈。我是觉得啦，大家都是友人呐，就是好朋友啊。比如说我们跟小玉姐是友人嘛哈，那友人不是不能竞争，也不是在国防的部分不能有不同的意见。你叫我买单1.25兆，对不对？那我也要讨论1.25兆是什么内容，真正能够保护我的部分嘛。比如说青黄哥建议你去买台积电，你就不要买单嘛。我们今天整集都要讲这个。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他前面说是友人，对，然后后面就是在伤口上撒盐。大家提的建议，你也会去看说它符不符合你的，比如说你的节奏、你的这个投资的调性嘛。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好朋友的过程中，最大的利益还是什么？还是照顾台湾人最大的利益才是利益。是。我们今天整集都要讨论这个为什么不买台积？我这样前后有串联。有。先讲好，等一下大家每个人都要把这个串起来。好，今天既然要这样，都要串起来。今天整集要。但苏北，如果真的这样讲，你看刚才从林涛这样讲起来的话，胜或把蒋万安跟张善政都拉出来。那也就是说，整体国民党看起来的话，两岸之间像这样一些胜或啦，大家因为过年嘛，大家会讲说，那就看蒋万安跟张善政，你为什么一定要看郑丽文讲什么呢？他是国民党党主席，可是一定要用这样讲。可是，一般当然大家会把党主席讲的话，总是一个政党的一个态度，会把它摆在这个里头。更不要讲那个春联，因为大家会讲春联谁拿得多，谁拿得少，那在人气上也会做互相的一些比较。可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国民党整体这样一些的政策，像郑丽文说的，小孩才做选择。两边美中，我干嘛一定要选？我不能两个都要吗？是啊，我们本来就两边都要啊。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也没有排斥跟中国做交流啊，但谁不让民进党去交流？不是就是中国吗？对不对？所以对中国来讲，这个能不能跟我交流，从来就是我说的算，而我是怎么样政治我怎么判断的？中共怎么判断的？就是政治判断嘛。我要让你蒋万安来，我要让你曾丽文来，我要让你萧旭晨带队来，到底是用国共论坛之名，还是用所谓的智库交流之名，都是我共产党说了算嘛。所以现在大家才会质疑说，你到底去做这样子的交流，是为了曾丽文，为了国民党继续维持一个假象说，哦，只有国民党最能够交流，民进党都不行。但大家都忘记了，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去交流，就是共产党认为你就是可以当我那个样板啊，这就是事实啊，这就是事实啊，这就是大家的想法嘛。所以你不用笑，如果今天如果共产党不同意，比如刚之前讲的萧旭晨一开始决定的时间，告诉我们大家的时间是什么？是1月底他就要去了，对不对？后来改成2月3号，那这是谁决定的？萧旭晨决定的，还是共产党决定的？当然是共产党决定的啊。然后再来，从国共论坛变成智库论坛，是国民党决定的，还是共产党决定的？也是共产党决定的啊。如果是对等尊严的状况底下，怎么会全部都是共产党说了算嘛？再来，你知道吗？在这个新闻底下，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这个包含有很多人讲说，现在如果这个智库交流啊，是不是会变成国民党跟共产党常态之后的交流？你知道共产党怎么说？我再看看。如果对人尊严不是就一直交流下去吗？如果都是友善的关系的话，你就一直交流下去啊？为什么共产党说，我再看看？意思是什么？我决定的嘛，我要不要让你国民党来全部看我共产党嘛？而我共产党看的是什么？就是你国民党在台湾内部的表现嘛。所以这个刚刚这个武哥说一定要回到这个小玉姐投资的这一件事情，我就如这个刚刚林涛所讲的嘛，小玉姐没有选择听从这个青黄的建议去投资，是因为她在投资理财的时候，她认为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嘛。那国民党认为跟中共的交流就是他们想要赚的嘛，但这个东西的赚法到底是不是台湾人共同的利益？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要交代的。好，回到这个从春联看这个政治人物的人气啊，你知道吗？我们最近这个过年之前，很多的国民党的这个议员呐，或者是政治人物，全部都被这个制作单位在要求拿谁的春联，你知道吗？对。
韩国瑜。拿韩院长的春联，然后拜托帮我拿一下韩院长的春联好吗？帮我拿一下蒋万安的春联好吗？都从来没有拿过郑丽文的春联嘛。从这件事情你就看得出来，到底在国民党里面谁的人气足，谁的人气不足。那就如刚刚林涛所说的嘛，他说这个两岸的交流，我们就要听这个朱立伦的啊，要看张善政的啊，要看蒋万安的啊。但是国民党现在谁说了算？郑丽文啊，现在2月3号去的智库交流铺陈的是谁？就是郑习会。那郑习会对国民党来讲是不是真的有利？然后我们可以不看郑习会，全部看朱立伦吗？那朱立伦就不连任啊，所以现在才会变成是郑丽文啊。郑丽文就是说了算啊，然后郑丽文讲说什么美国是恩人呐，中共是亲人呐。我觉得会把中共当亲人，把习近平当亲人的人，真的是还蛮奇怪的。他要不要去问问张幼霞？张幼霞跟习近平不是大家都讲说他们是铁杆兄弟吗？结果张幼霞现在有可能被斩首吧？对不对？有亲人互相斩首的吗？那把一个会斩首自己。所谓军委会，甚至说是铁杆兄弟在自己上任之后，把这个解放军整个做整理做这个重新这个能够这个把过去的势力排除在外的张幼霞在现在这个时候突然把他这个抓起来，然后用了什么理由完全不晓得的人。郑丽文，国民党的党主席，居然把现在这样子中共的一个政权的领导人当亲人。我觉得这真的会让台湾人民无法接受。我想郑丽文主席他是觉得就是说是中华民族，所以大家是一个血缘上的这样子一家的概念哈。我相信这是郑丽文主席的想法。那刚才舒培讲到一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我唤起我对2025年一个新闻非常清楚的记忆。就是那时候不是台北是要办双城论坛吗？就这个民进党这像舒培啊，像那个阿苗就讲说。哎呀，你们不要去成为中国大陆的样板了 ，Mikey 啊 ，Mikey， 好，后来决定成型，而且时间压缩在1天。就蒋万安市长要去之前，他们说，你去的时候要帮我讲说那个小红书要怎样运作，你叫人家不要去，人家去你要拜托一堆双重的标准。你叫人家不要去，人家去你要拜托一堆双重的标准，这种双重标准会一直出现，包括因为马年大家希望是一个复数的马年，大家想到台美的协议，大家有没有记得2014年的葡贸协议是民进党要求第一个协议是要逐条审查，而且可以改。第二个呢，国会有实质审查权，是要可以审查、可以退回重谈、可以否决决议的。第三个，民主程序要高于行政的效率。这是2024年民进党告诉大家，国际的协议跟两岸的协议应该这样做。所以，如果今天台美不管是未来的汽车的零关税，还有我们讲到要照顾农民跟渔民，我们健康的标准，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面，国会当然有机会对这个协议来做调整嘛。那南韩跟我们一样是民主国家，他们的国会逐条审查，结果后来这个川普说，不行，你不能这样，我说什么就什么。如果我们一样照单全收，那拜托，你知道吗？现在谈完是所有的中央政府的媒体在讲说，你一个字都不能改哦，你改的时候就会像南韩一样被惩罚哦。那难道以后所有川普讲的事情我们要照单全收吗？我们还是要以国人的健康、国人的产业、国人的利益为主吧。我觉得这才是大家对于马年最大的希望。我回应一下，我刚刚这个林涛讲说什么，我们一方面不让蒋万安去，一方面又叫蒋万安去说什么。第一个蒋万安自己在选举的时候不是说共济共建老台的话，双城论坛就不应该办吗？这谁讲的？没有人逼蒋万安讲的我们只是用蒋万安的话来问蒋万安说，共济共建持续老台，你去上海双城论坛，你到底要跟中国讲什么？你不是应该要第一个依照你自己的要求，履行你自己的承诺，第一个不办。那如果你一定要办，一定是你有什么一定要去跟上海讲的。结果去有讲吗？没有讲。结果回来之后，在去年的还被这个军演完全被洗脸对不对？再来这个小红书的事情，小红书的诈骗在台北市诈骗了5-6千万的台北市民的心血。那要求市长去跟上海
做交流的时候，要求上海配合台湾来进行调查，这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你前面是讲双城论坛没有功效，而且做政治的样板，我告诉你怎么又觉得有实质的作用可以解决台北市民的诈骗案呢？共建老台。不去办双城论坛，是不是蒋万安讲过了？蒋万安有没有讲过？代表你是有正面的意义吗？没有问你啊，蒋万安不然为什么他去你会拜托他去在这个论坛上再来，我要讲一件事情，民进党有没有阻挡双城论坛？没有啊，就是告诉你双城论坛你们可以去办啊，但是你就是不能涉及政治的前提进行交流，没有涉及啊。然后再来，民意代表监督的是什么？这个中央政府机关管的是两岸交流的事情，我身为台北市的民意代表，是看这一笔预算去之后有没有实质的效益嘛？你达成的效果是什么嘛？你市长当时选举的时候的政治承诺是什么嘛？所以不要把什么民进党他们议员讲一套，然后那个陆委会讲一套啊，我就是议员，我不是陆委会，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好，林涛，如果你真的都觉得这个两岸的交流这么棒的话，我没有全部觉得，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国民党这样子的交流可以一直延续到今年10月，在选举之前，政协会的举办的时候，包含蒋万安、包含张善政、包含国民党6都要选举的市长都一起去嘛。我相信，如果真的这么棒，一定会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只有一句话哈，如果今天今天蒋万安市长他办双城论坛，大家觉得台北市民不买单，你涉及这个政治敏感，然后你却没有产出的话。蒋万安市长不会在双城论坛之后再做幸福满意度是突破69%，这是将近7%，好，69%、7%。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台北市民还是希望区域是去风险化的，两岸还是有一些在城市之间的交流，这应该是台北会走的方向。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杨敏，我们几乎你现在回头去看去年一整年最大的几件事，都跟要不就台美的关系，要不就两岸的关系，几乎都是这样。你也可以预见得到，未来也是这个样。而这些偏偏又环环相扣到我们年底的选举的时候，这些，所以现在看起来就会变成，那各政党之间大家在拨这个算盘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拨？对，其实我觉得概念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当你有一个选项叫买台积电，当你有一个选项叫做定存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风险控管来去做出你最后的决定？可以在我的那个头上写那个好，投资有赚有赔哈，然后这个谨慎理财最安全。本期由邱小玉独家赞助。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每个政党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它有不同的路径嘛。比方说这个民进党，它是把对中国的对话视为极高风险，那对美国叫做相对安心安全的一种这个管道，就这是民进党的逻辑。那在国民党来讲，对中他们也许认为风险没有那么高，我说这是国民党他们内部的看法。那对美国他们也不会认为是风险，但是他们没有像民进党那个叫全压，他就是 all in 嘛。可是呢，在国民党里面，可能50-50，甚至可能是中国大陆那边60，美国那边40，就它的比例比投资的比重不同。好，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才会讲恩人亲人，恩人亲人就是等级不同嘛。那为什么你不说我们跟美国一家亲，我们跟中国大陆也可以一家亲？我们想要当格陵兰第2，对不对？绿岛，我们也是绿色的岛啊。对不对？所以我意思就在这种所谓不同政党的风险决策路径上，中国大陆是国民党认为应该去投资的标的。他认为所谓的我们过去都在讲所谓两岸红利，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如果把这个时间轴拉长，你会发现国民党从来没有不跟对岸谈啊。国民党一直两岸，应该这样说，只是2012还记得吗？其实2012以前，两岸确实是国民党的红利，选举红利。对。但是曾几何时，后来变成只要谈到两岸，对国民党的选战，对，那个就是很惨。对，当你拿不到政权的时候，国民党现在是国民党内部会有一种矛盾，就是我知道我要跟你谈，可是呢，跟你谈我会不会有很多的风险？是。好，郑立文主席他是属于那种。我不怕这些风险，我要跟你谈的这种论述就像比如说，如果徐清煌，如果他有这个小玉有郑丽文主席的 guts， 那时候台积电就给他 all in，他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录影，要不然我要去哪里？对，你去度假啊。可我要讲是，那是他的性格，他觉得他就是一定他要投，他不会犹豫，风险我全扛。现在就是看国民党内部在这一波，因为2月初见了。
就是说到对岸启动了这个所谓国共平台的重新恢复，到下一个目标叫做政协会，这个中间国民党内部会不会有所矛盾？这个我觉得是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重点了。但姚明那个矛盾，国民党内部的人拉得住吗？因为看起来郑主席的态度就像你说的，拉不住的，是啊，拉不住啊，那拉不住怎么办呢？因为势必会有一些影响啊。对，所以我说这个台湾整体民意的展现很重要。如果今天整体民意对国民党的那个支持度，或是说他的那个表态的那种对你展现出一种疑虑，就好比说。大家这个过年，我们大家开开心心回到这个啊，每个问你说啊，你最近在干嘛？你最近干嘛？然后当全部的家人都说，你这个决定不对。这时候你过年完，你回去家里想一想，这个好像是要重新做你的这个生涯规划。我说，除非国民党有认知到主流民意不站在那，可是也许换一个角度，全家人都挺你，那你就会继续欧一下去。所以我说，这个还是要看整体民意的细分。OK，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邱小玉怎么回娘家？所有的家人都会问他说：“ Well， 你到底怎么选的？”你那个红包可以少准备一点。没有赚到，对，没有赚到那么多。对，好，那所以你再换一个角度讲的话，将军，有人讲了，轻则如果照顺着姚明刚刚那样讲，轻则那就是一个政党未来能不能够执政，因为政党要执政才有所谓的理念，未来理念的一个实践嘛，大家都知道。那轻则就是政党理念的实践，或是能不能执政这样。再讲重一点。各政党之间，在刚讲的，包括两岸跟美台之间，包括所有这些选择，那就是台湾未来的命运的走向。是，其实不管是政党还是买股票，都是机会跟风险。其实我觉得小玉并不笨。我真的他就不笨，这是我挺他了。因为他选择一个相对风险比较小的选择。将军，你不会告诉我你也买了定存3个月吗？没有，我卖了。你把台积电卖了？1450卖了。对，1450卖了。那你多少买？900多啊！不是，等，你这样怎么能跟小玉在一个平台讲话呢？获利了结啊！对啊，不是我讲哈，其实这是一个机会跟风险。我也有获利啊，对，有获利啊，我们也赚啊，我们也赚啊。你说3个月的利息钱吗？对啊，没有，我跟他不一样的哈，我跟他不一样是他去存了定存，而我又去买了别支股票。对，我买了白银股嘛。OK， 现在状况也不错嘛，对，涨了1倍。对，小玉买了涨了1倍。不是你这样在邱小玉伤口又撒盐，没有。可是他是有实力可以买8张的，我只能买2张，那你就知道他的保守是有道理的，因为已经很多了嘛，所以说就本多终胜。将军超凡。如果这样讲的话，他也可以选择我买2张台积电，对，我其他再去做什么？对，结果我把它全部都摆在。所有的观众朋友，来，你觉得邱小玉选择是对的，请写加一；如果你觉得不对的，你写加0。不是你们是结果论啊？那如果今天是突然跌了，我不管了，我就是结果论啊，这有什么好讲的？所以我讲嘛，千金难买早知道。如果小玉知道会这样的话，拼到1800甚至更高，他一定买。那所以我就各位观众，现在1800要不要买？1800要不要买？对，我就讲机会又来了。对，要不要买？该买的应该不多。我现在去解定存，你解定存去哪里解？你解也划得来。所以我说机会跟风险去评估嘛。那小玉选择了风险较小的嘛，对吧？那富贵险中求嘛，有人敢拼1800，一样可以买嘛。富贵险中求，这就跟两岸关系一样。你说两岸关系，你认为川普没有风险吗？川普风险也不小。你认为川普没有风险吗？川普风险也不小。我要告诉你，川普风险也不小。我们不要嘴说哈，我们用例子来讲，英国跟川普算家人吗？英国、美国绝对是铁杆。对，英国跟川普的关系，英国跟美国的关系跟两岸差不多吧？对不对？虽然那个海峡大一点，美国是从英国那边过来。对，他们也是家人吧？你知道吗？英国多惨，英国认为说，我跟美国有特殊的关系，我们家人呐。对不对？他就在赌什么？赌着川普会看在家人血缘的这个情面上，不敢对我怎么样。所以呢，虽然而且英国跟美国是贸易顺差应该不会怎么样啊。对，后来赌输了，赌输了，川普来顾家人嘛，没有。好，那我们再讲，家人不赌对不对？那我们赌邻居好不好？加拿大
加拿大跟美国够麻吉吧，邻居而且加拿大有多少东西是从美国来的有木材呀，这一堆啊。那么加拿大心想说，我跟你赌地缘嘛，你美国不可能跟我加拿大切开嘛，就像我们台湾不可能拿一个桨划到夏威夷去嘛，对，吹不开，加拿大跟他赌，能源跟木材你离不开我，我又跟你有这么长的国界，对不对？那可川普说，那移民的问题啊，毒品的问题啊，你要帮我挡一下啊。对他不理他，那川普认为什么？这是不忠诚的勒索。加拿大也赌输了。好，我们再讲离我们最近的韩国吧。韩国对美国来讲，他有什么？你知道？韩国说我是你的铁杆弟兄，南韩跟我们还有协防条约的，对不对？他说那美国应该不可能对我下重手，所以呢，我就来一个中国我也友好，美国我也友好，我要跟全世界做朋友。最后李在明得到的是什么？25%。川普没有在顾虑，所以川普的风险大不大？我看川普的风险不见得比习近平小啊。但是我讲为什么台湾面临到这个状况应该怎么办？富贵险中求嘛。我们台湾能做什么选择？你选习近平吗？对，蒋万安去了习近平那边。2025年你知道多少架共机越界？3000多架3000多架不是30架3000多架。那如果今天是美国军机越界骚扰台湾3000多架，我们也不会跟他做朋友啊，对不对？今天美国没事儿。对不对？就来一个航母，直接在你花莲外海那边给你嚣张对峙一下，给你侵犯一下，给你骚扰一下。如果今天是美国1年来骚扰台湾3000多架次，你认为人民会挺美国吗？共产党就是一个长期霸凌国民党的政党，长期霸凌没有停过，对不对？那我们如果遇到一个家人会霸凌我们，会家暴我们会选择什么？远离他嘛？一定远离他嘛？他再有钱我都远离他。对不对？有8张台积电的股票，我还是远离他，因为他会打人嘛。中国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富贵险中求，富贵不能挨揍嘛。所以我才说，现在我们台湾应该怎么办？第一个，我们必然要赚美国人的钱。我们是赚美国人的钱。你说不要赚，那台积电要卖给谁啊？台积电绝大多数的客户，辉达嘛、苹果嘛、特斯拉嘛，都是美国的客户。那你要赚他的钱，我就要跟你谈嘛。那可是中国呢？我们的台积电的晶片可以卖给中国这么好的价钱吗？第一个，台积电是代工，我再强调，台积电是代工，它不是自主设计生产，它是代工。如果你的客户不跟你下单，不给你设计，请问你要做什么？那我们台积电的单从哪里来？从美国来啊。所以我说大家搞清楚，守住台美15%的关税，这是一个红利。OK， 这不是一个吃亏。那我讲。那如果你选择说，我不要跟美国签的15%，我直接配合北京下达的军购 KPI， 各位想想看会多惨？订单没了，红利没了，赚钱的机会没了，剩下什么？继续揍你。你以为听了北京的话就不揍你了？你以为跟北京和好，北京就不修理你了？我讲嘛，2024、2025年年军机越界，年年现在连军舰都来了，现在连飞弹都要来骚扰你。所以我面对一个会家暴你的这个亲人只有一个办法，切干净。你要打我，我不跟你好，可以吧？所以说不是说什么小孩子才选择，大人我都要。你手上要钱够啊，你实力要够才能都要啊。我也想买台积电，也想同时买白银啊，我也想买这个台银的这个黄金股票，我也想买啊。没那么多钱嘛，所以我必须要选择。但是清华，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各方大家都如果照将军刚那样讲，对了，一边可能是财富上的一个风险，另外一边可能是生死存亡的一些的问题。那你要去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些都被综合考量到，然后包括你如果看去年到今年过年以前，有几个人很忙，古立人很忙，你很少看过美国 IT 处理这么忙的，对，然后很忙，然后连平常很少公开在媒体上出现，像 CK 杨也很忙，然后也会在媒体上，因为基本上很少他在媒体上你看到有什么他讲话，对，几乎没有。所以今年对，但不是今年几乎都出现，都看到像这一些，那一定有一些不寻常一些的地方。那在未来呢？未来这一整年，那一整年台湾该怎么样自处？这个在讲之前呢，我还是要讲啊，投资商品就是这样子啊。这个除了有赚有赔有风险之外啦，就看不懂的商品哈，这个风险太高的商品呢，基本上我不会去碰啦。所以我建议小玉当初买台积电，是因为它既稳定又安全，而且完全看得懂。法说会把一切的财报都讲得清清楚楚，未来5年的营收会成长多少也清清楚楚。所以当时我才会跟他说，这上1800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说另外一个哈，就像国民党现在跟中国打交道，我实在是不知道那里面怎么看得懂、看清楚里面在做什么，而且又夹带的风险超高。
糕，钱会不会全部被吃掉，我都不知道。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国民党跟中国打交道，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呢，那个风险高又不透明，到底怎么样回避掉里面的风险，一般民众是看不懂的哈。那回来现在在讲说这个刚刚五哥所提到的股利盐，然后跟着 CK 洋这个事情，其实同样的一边是美国，然后一边呢立场跟中国比较接近。那在这件事情里面呢，股利盐确实做的事情呢，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你看股利盐发的脸书还特别去这个点名这一家美国的新创公司啊。那这家美国新创公司呢，它叫 Shared AI 啦。那这家 Shared AI 的公司呢，你看这个我们还编预算其中之一的项目呢，就是要买这家公司呢所生产的 VBAT 无人机啦。这是一个可以垂直升降垂直升降的无人机。然后呢，它可以侦察，然后它可以打击。那这个无人机呢，这一台就是 Shared AI 所做的。那所以这次股利盐呢特别帮他背书那他帮他背书呢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股利盐帮他背书呢，他呢 Shared AI 就是到台湾来到台湾来投资，然后来投资跟台湾的汉翔就是我们的汉翔航太去做合作。那所以呢，等于说这个无人机是这家 Shared AI 做，但是他在台湾这边的维修啦、养护啦，在地做汉翔做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把它重新再打包送回到美国去，然后美国在维修完了之后再送回到台湾来，所以这等于是一种供应链上面的合作啦，这是一件事情啦。那第二个是这一家公司其实也很特别啦，这一家公司它的这个创办人他叫曾国光啦，那这个名字一听，你就会想说，这个是不是华裔？他有一个这个大名鼎鼎的祖先这家公司，这家 Shared AI 公司，他创办人曾国光的祖先叫做曾国藩，你没有听错湘军湘军的创办人，所以你看这个他的阿公要叫曾国藩，曾祖父，所以等于说他的祖先呢，这个也是做军事的，然后现在这个子孙呢也是做军事的，所以呢这一层关系呢，他自己呢这个也会告诉大家。然后他的父亲曾国光的父亲呢是在台湾，在台北长大的，然后等于说后来再移民到美国去，然后他后来在美国才创办了这家 Shared AI 的公司。那他为什么会创办这家公司呢？因为他曾经是美国这个海豹突击队的成员所以等于说他在这个军中，在海豹突击队在服役的时候，海豹突击队负责就是突袭，然后跟侦察的这个动作啦。所以他就是认为说，在侦察跟突袭的动作的时候，如果有这些无人机或机器人的话，会让任务完成的更加的顺利，而且人命损伤更少。所以这就是他创办这家公司的原因。好，那就你知道这家公司呢，市值目前已经53亿美金以上了所以他在美国也是受瞩目的一家无人机的公司那你要想说，这个股利盐会去点名这家公司，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连美国的军方都认为这家公司做得很重要，所以呢，他到台湾来呢，这个等于说，一方面他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卖给台湾，一方面呢让台湾自己就可以做他的养护的相关的工作啦。所以呢他没有全部不需要自己赚，这些钱台湾自己就可以做就可以了。所以它等于是一种呢把台湾这边当 partner 伙伴的概念，而不是单纯的只把你当做是一个 buyer。那五哥上次我们讲股利盐这个动作是什么时候？是当时的针对这个弹药的测试场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上次讲的是针对美国另外一家军火商在台湾做弹药测试场，让这个云豹甲车他们以后弹药可以在台湾自己自制。所以呢，他不是单纯把你当做一个纯粹的买家，他把你当做是一个合作的伙伴。所以股利盐释放这个讯号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股利盐释放出来这样讯号的时候，而国民党看起来呢又要阻挡这些军售案子的时候呢，大家当然会认为说，这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美国跟中国这一边在台湾的另外一种的角力嘛？这是大家看法。但是呢，我要这样讲这个大年初二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正面的股票，因为毕竟小玉这个台积电它现在没有买到没有买到但是呢，我跟他讲过。这个台股除了台积电之外，还是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标的，所以大年初二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些有希望的标的，那在这里面，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这个我一直都很支持1.25兆的国防，因为这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到投资的标的，你看在这里面提到什么呢？给大家看国防部的1.25兆的这个预算里面，除了火炮、精准火炮、买海马式多管式火箭这些之外，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段里面写到要购买这个无人机这个好几种型号啦，所以呢，你像它滨海无人机呢要买20万架啦，无人艇呢有1000余艘啦，所以它比本来军备局的规模呢再多了4倍出来的规模啦，20万架的无人机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呢，反映到我们台湾的台股上面去，也就是我们的军工概念股上面，有几家受惠的公司啦，其中一家这个。看起来它的股价呢，这个曾经受到这个无人机的案子激励非常的大。这家公司叫做中光电，所以你可以看跟中光电有关的上市讯息里面，在这边给各位看
因为之前呢，这个2023、2024的时候，中光电就标到无人机的案子，第一批交货是3037台。那你知道3037台它认列的这个收益呢，大概是60几亿哦。那你知道中光电的营收啊？去年11月的营收大概是34亿哦，所以等于一个国军的无人机的标案，相当于他这家上市公司2个月的营收啦。所以我问你，这个要补不补？这个单子很补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光电呢，这个股价呢，这个曾经一度啦拉到141块，然后呢，在过年前的时候又回到大概95块，这个上下这边盘整啊。但是今年呢，等于说为什么特别在提到中光电，是因为这个它的标案里面3037台，那是第一批哦，60几亿哦。它其实还有一笔2025年标到的，也是68亿的规模啦。但是呢，现在1.25兆这一笔呢，等于说这个我们刚刚是不是讲20万台的无人机啦？那所以中光电从里面呢这个得标一部分的话，对它的公司营收来讲，当然也是大进账。现在1.25兆这一笔呢，等于说这个我们刚刚是不是讲20万台的无人机啦？那所以中光电从里面呢这个得标一部分的话，对它的公司营收来讲，当然也是大进账。可是我们要强调一个前提啦，前提是中光电做出来的无人机是符合国防部的标准跟需求啦。OK， 所以他们到现在呢，比如说国防部有一些这个入口的整合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战情指管系统其实需要整合，那我们目前其实整合这件事还在做。那这些都是这些国内的厂商呢，等于在协助政府在做这些整合，所以等于说业者要有实力，那所以我们政府才会去做这个采购，而且这个采购呢，中光电已经是第一批哦，交机给国防部验收完了哦，所以它等于后面第2批跟第3批的部分，市场才会预估说，它未来对于中光电的采购量能会再放大。那除了中光电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公司？当然有哈，这边再讲2家公司哦，一家公司呢，这个是汉翔啦，汉翔前面我们有讲过 ，Shared AI 这家无人机的公司呢。无人机卖给台湾，然后它的相关的维护养护就在台湾的汉翔来帮他做，所以这里面对汉翔来讲，当然会有业务存在。那更不用说汉翔其实这段时间呢，许多的无人机的这些保养维护，有可能也要跟汉翔合作。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汉翔啊，这个股价从之前的高点71块回到56块的时候呢，相较于之前46.15块的那个更低的时候呢，等于说它已经反弹了一段上来了。但是如果呢这些国防的预算呢后面能够顺利过关的话，那对于汉翔的股价来讲，它有可能会有再往上一波的空间呐。但是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一件事？有无人机，但政府现在还要做一个东西叫做无人艇。所以无人艇也很重要。那无人机跟无人艇，其实你第一个都可以想到的就是，它要降低我们在人命上的损失啦，就是由这个无人的飞机帮我们打仗，由无人的舰艇去帮我们打仗，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有真人的人命的消耗在上面了。所以无人艇呢，哪一家公司有做啊？也是这个是这一家公司啊，雷虎科技。那雷虎科技呢，本身有做无人机，但是它有做无人艇，所以无人艇的订单呢，它看起来是很有机会拿到的。所以等于说，在雷虎科技的部分，那当然它这个之前啊，这个在市场上之前，它曾经有跟网红之间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互动事情，这个我们不讨论。那只讲到说，雷虎这家公司呢，如果他们无人艇的这个第一批，他们真的有机会拿到，而且做出来的话。那就可以想见一件事，有第一批就会有第2批的需要啦。因为毕竟对台湾来讲哈，这个未来派上战场军人的这个生命的损失，我们都希望是越低越好。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无人机、无人艇都能够像这样子做出来，而且真的上台，人说实战之后呢，发现真的有效的话，那对于保护台湾来说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用处。但是对我们投资人来讲，从里面去找寻到这有可能的投资标的，让自己在未来新的一年也能够马上发财啊。OK， 当然呢，套一句小玉刚刚讲的话，投资有赚有赔。那所有的资讯是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个参考。那你怎么样能够做出对自己最好有利的一个正确判断，或是做出像小玉那样的判断，那就观众朋友自己要去做选择。清华，我想问一下。当你提供给小玉前面那个台积电资讯，后来他选了那个定存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在怀疑、他在质疑你的专业，或是你怎么样还能够维持他的友谊继续下去？这个其实就2个啦。第一个，他做了他的选择之后呢，那反正我也做了我的选择。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去买我要买的股票。然后就嘲笑他。不是，因为通常大概就是我们这个下一次聚会的时候呢，他大概会问我下一次投资的标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第一次都没买，第2次还问我。对，就是这个样子。OK， 就是这样子，好不好？不是，你有人在赏樱花的时候，然后在那边一直在跟你讲这个，不是很煞风景吗？你们不是常有时候出去
度假吗？然后你对啊现在要住不同饭店，因为金王哥有买台积电，他可以住好一点的。我在讲，我从来没有买过台股，我还没有开户，对，所以你我觉得到现在都还没开户，没有，我没有开过户，对我没有开台股的户。然后你的好朋友叫徐金华，对，所以你知道这到底是他的错还是你的错？就聊天嘛，就聊天。哦，OK，对对对因为他去年啊，我们去日本回来，他跟我说，在日本的时候跟我说，他回国就会马上开户。对。然后呢，他那时候还赖我说他可以买什么，然后我才传给他。结果传完了，没想到他连开户都还没开户。开户很麻烦。OK， 对，那以后那跟所有邱小玉的朋友聊天就这样，你就跟他单纯聊天就好，因为聊完以后不会有任何实质的一些的结果。那但政治判断上面那就不一样了。OK， 如果真的要讲到政治判断，所有这些，因为刚前面的来宾所讲到的这些，对于年底这场选战，直接、间接一定都会有一些影响。对，那杨明讲说，一家子如果都拉着你，你还要往前冲，那你要不要顾着一家子？那所有的股东都跟董事长说买啦，但董事长决定要这样做，那当然是好是坏，那所有这些大家都在考虑这些。如果真的讲年底的话，2022这一仗，国民党算大赢，那应该算是拿了，国民党直接拿14席，对。然后包括像金门是无党籍 ，OK， 那高虹安那基本上那时候算民众党，后来现在算无党籍，苗栗算无党籍，对不对？但都算是亲国民党。那民进党拿5席，就是从南部开始算，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县、澎湖。这一仗大家在看的，第一个看6都，输赢怎么判断很容易嘛，第一个总席次的判断，第二个6都里面有没有哪一都一手，哦，那一定对两党的党主席来讲，一定都是大事，对政党都是大事。来，林涛，第一个我们就从所有的理论上大家最在乎的领头羊，一定就是台北。台北蒋万安，你刚刚讲到，包括他的施政的满意度高，包括那绿营到底要由谁你说来连任或者，但不管怎么讲，蒋万安看起来绿营最在乎的一件事情，不要让蒋万安效应外溢到整个大选战里头，是不是这样？看起来民进党现在最重要的2个直辖市台北跟桃园，看起来讨论每一个礼拜换一个人选，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一个礼拜这个人还不错，那我们就叫他出来选好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其实找不到一个长期培养要来接班民进党来挑战蒋万安跟张善政的人嘛。这是这个赖总统的一个很大的课题。那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的原因是什么？是这现在的施政满意度，还有这个市民的幸福光荣感，不管在桃园还是在台北，它都已经达到快70%的状况之下，大家选会觉得说，我浪费了一整年，而且我要去募款，我要去跑选举，很耗损，然后我就要浪费一整年，大家不要嘛。所以其实前面点吴思瑶、点王世坚，他们都觉得说，这一战可能有点难打。王世坚甚至直接讲说，如果要出来选的话，他觉得赢的几率不高，蒋万安连任的机会非常高。所以这时候民进党中央开始讲说，那我们是不是请卓荣泰或是郑丽君出来挑战，至少可以牵制住蒋万安？可是我必须讲就说目前看起来，你光像我们这一次在看到去年，应该是今年这个我们讲 Alex 在排那个台北101成功攀爬完之后呢，结果行政院长卓荣泰他说，太好了，台湾101被看见了。台湾101是什么？他的注册商标是台北101，代表什么？代表他太在意蒋万安，可能把蒋万安当成一个他们一直要锁定的最强竞争者。这最强竞争者有可能是26，甚至有人提到，包括很多的评论员提到，可能甚至是28，或是在未来他有可能成为最大的竞争者。所以他们想的就是要把蒋万安的影响力锁在台北市。可是如果站在蒋万安的市场来讲，我觉得这个锁都锁不住。你自己去看一个政策就好了嘛。免费的营养午餐，要照顾所有的小朋友的中午免费，是张善政开始的没错。可是6都张善政开始之后，带动全国跟进免费营养午餐的是蒋万安结果大家就开始，连柯文哲主席都说，你怎么可以政策买票什么的？那代表柯文哲主席也觉得蒋万安的气势现在是一级棒嘛，是全国的气势嘛。白营也锁定，绿营也锁定，那怎么办？那他做自己嘛。包括你可以看他现在好运专车的2.0，所以我觉得这些政策的堆叠告诉大家什么？告诉大家，蒋万安在今年底有2个很重要的目标。第一个目标，他一定要顾好新北市，因为看起来李四川
就是大概我们现在我们就讨论李世川跟苏巧慧对决吧。对，就李世川的过程中，那基本上能够双北有双城的政策。那如果说新北市未来稳健了，那这个台北市共同生活圈，它的政策会更稳健，对蒋万安未来要挑战更多的可能性都是加分。第二个呢，目前看起来整个的6都的选举的逻辑是这样。很重要的选战会在直辖市，当然你也可以讲说，这个我们讲非直辖市的彰化县，因为人口很多也很重要。可是如果讲到直辖市的话，一定是新北市跟台中市做最重要的选择。可是台中市有卢秀燕市长去顾嘛，所以对蒋万安来讲说，新北市就等于这一次全国很重要的亮点。第二个呢，如果新北市的选情开始稳定，我认为蒋万安市长一定全国辅选。那请问一下，每一次如果碰到像蒋万安这样子来在连任的时候，一定都会被问一个问题，就像侯友宜那时候要选的时候，对，一定都会不会做好做满？苏北一定会问这个嘛，对不对？一定会嘛，对不对？一定会啊，怎么办？我个人认为做好做满哦。一直是一个假议题啦。问朱立伦，没有，问朱立伦真议题，真切的真议题。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选的时候是到最后又有周子瑜事件，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次在讲说做好做满这个议题，到最后发酵，其实它是一个外壳，它里面包的是什么？它包的是两岸的论述。蒋万安至少在双城论坛到中国大陆讲的话，是台北市民听得下去的，所以支持度这么高。所以两岸论述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对于国防跟经济的国际的这种议题，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的时代不同了，不可能说，哎呀，我长到最后一天哈，我先排啦。就说我这个候选人是怎么样，我先排。所以你看到蒋万安，我不知道他接下来有没有挑战。那至少年底一定要连任。那不管他在连任还是未来要挑战大位的过程中，你都可以看到他从这2年，2025年一路跨到2026年的台北市议会跟国政，还有全台湾的治理的政策，他都已经开始在试水温，而且走在台湾的最前面。来，苏佩，如果这样的话，第一个，你们一定会直接做好做满，会不会一定是主打一项？第二个，新北这一仗，刚林涛已经讲，蒋万安可能要跨到双北，因为包括李四川也是他的副手出身，然后这些，所以对你们来讲，第一个锁蒋万安，做好做满；第二个，接下来呢，新北这一仗看起来苏巧慧连那个侯友宜当初的那个连任的那个办公室都已经做好了。是啊，这个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啦，这是新北市哦，这个卓冠廷跟苏巧慧的看板但是除了卓冠廷之外，所有民进党准备选议员的候选人，不管是现任或者是这个准备参选的新人，全部都跟苏巧慧挂好看板。在新北市的大街小巷，所以你就知道说，虽然苏巧慧从立委要拼战新北市，真的是很大一坎要爬上去。那他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也都在讲说他所谓的是什么他的爸爸是苏贞昌啊，然后等等等的，然后可是呢，他被民进党推荐出现之后，其实他非常非常的认真。他展现出来的就是他已经做好新北市长选举的态势，他就是母鸡要带着小鸡，不管未来新北市的小鸡谁出现，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这也是因为他这么的努力，然后把所有的人当成他自己的团队在提拔，所以他现在的民调越来越高嘛。那也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本来这个大家都讲说李四川哇，那民调一枝独秀，他去选的话，不管是什么国民党也被他打趴，民进党也被他打趴，他几乎就已经当选了。没有苏巧慧从提名到现在，民调越来越高，越拉越近。原因就是选举没稳下来啦。选举没有说你当20年那个县市就一定是你的啦，没有这件事情啦。所以这个包含这不是只有我讲吗？包含我们这个戴习清议长也在讲，说这个苏巧慧因为提名的很早，所以他的支持度越跟这个李世川跟国民党越拉越近。其实对川普来讲，对国民党在新北一直都有一个困扰，就是白银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大家抵定到那定于一尊或者什么？因为如果是以黄国昌当初的讲法，感觉上时间很早；以柯文哲后来的态度，感觉上那是一个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那这个可能是在新北最大的一个变数。我觉得新北最大的问题对国民党来讲啦，不是黄国昌啦，就是柯文哲啦。对于黄国昌来讲，黄国昌一开始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嘛，我民调只要是赢就我选啊，如果是输我一定是辅选。但这一句话你有从柯文哲的
嘴巴讲出来吗？没有哦。柯文哲就是，先骂蒋万安嘛。然后就说蒋万安的这个营养午餐啊，是这个买票啊，8888的，就这个林涛就说啊，他就是已经看准蒋万安准备选2028的总统选举啦，对不对？就已经把他锁定为假想选了，对啊，你都看清楚了，你都看出来了，柯文哲没看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连国民党自己都觉得蒋万安根本做不满嘛，接下来连任做不满嘛，所以这个柯文哲才会把他认定为假想敌嘛。从国民党看国民党的政治人物的安排，这才是最真的。没有，我刚才强调。我看的是柯文哲主席觉得，而不是蒋万安觉得或蓝营觉得蒋万安。像我看的就不一样。我看柯文哲就是一个这个风向，哪里有风向，哪里打谁有噱头，打谁有声量他就打。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来讲，我根本不觉得他打蒋万安是因为蒋万安准备选2028，我认为他就是因为。蒋万安现在就是蓝营最大的那个共主，大家都给扶在手心上，放在心肝上的那一个宝，打他，国民党会跳起来，国民党会来跟我谈。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我的想法是真的跟林涛完全不一样。但是从林涛的嘴巴讲出来，你就可以知道，2028蒋万安有没有可能出现，几率非常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啊，如果国民党现在郑丽文继续带领的状况底下，然后加上卢秀燕，本来2028感觉他一定要出来，现在看来5个小红啊，那2028是谁？国民党一定不希望是郑丽文吧？卢秀燕本来2028感觉他一定要出来，现在看来5个小红啊，那2028是谁？国民党一定不希望是郑丽文吧？韩国瑜如果再出来，过去他的这个所有上一次选总统的这所有的事情，全部又会再出来，那对国民党来讲是好事吗？那唯一一个最好的人是谁？就是蒋万安啊，所以蒋万安就算是连任之后，他能不能做好做满，绝对是下个会期在台北市最重要一个重点嘛。但我要讲的是说，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台北市民进党选举的部分。然后，民进党在台北市从来就是艰困。从正传媒这个在年前所公布的民调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蒋万安在台北市蓝营的支持度高达98%。那是你知道吗？就是国民党所有人就看得到蒋万安，全部都是蒋万安而已。台湾民众党也是80%多啊，对。然后这个民众党也是80%多，所以这是蒋万安很聪明的地方。你看蒋万安把这个柯文哲的精华层资料全部交出去，但是民众党都喜欢他，讨厌的是谁？讨厌的是钟小平跟游淑慧。你看他切割真的切得很厉害明明杀人的是他，结果现在这个要被追究责任的是钟小平跟游淑慧，蒋万安都没有事，所以。我认为民进党在台北市的选举绝对是艰困的选举，但是我们的人选在推派上来，第一个一定要顾及的是我们小鸡绿营的票一定要顾住，再来我们要向中间选票去跨境，这对我们来是加分。而我们从民进党的基本盘往中间跨的时候，其实对于蒋万安来讲就会有抑制，他就必须要把他拉回来台北市，而不到新北市去做辅选啊。那我最后补充一下李四川的部分啊，我认为李四川对于川博来讲，他其实一直讲的是说，我就没有要选。按国民党如果有新人，就让新人去选，所以对他来讲，从来没有协调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国民党在推派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国民党内部其实对于李四川也不是完全100%支持？我觉得这是李四川接下来在选举里面要去整合的部分嘛。对，来林特，我先讲那个资料是地方的议员自己打的，跟蒋万安无关啦第二个部分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其实像这个舒培讲的，如果是李四川的话，说真的啦，黄国昌主席应该会比黄珊珊好处理一点，因为黄国昌主席已经讲了嘛，大家有一个空间嘛。以前是黄珊珊才选到底呢，你不是已经和解了吗？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今天在新北这一局，
现在以萨卡都还是李四川赢，所以我们最终的战略是，如果真的是萨卡都，我们也要赢。我们是站到这个基调，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说李四川在讲说，他不一定要选，可是我说真的，全部的蓝营基本上已经整合完了，我们就一直期待的最能够赢下新北市的就是李四川。那将军，我补充一下哈。帮蒋万安想一想好不好？如果蒋万安2028对他来讲是风险也是机会，就跟小玉要买股票一样，真的啊。蒋万安他是台积电还是定存？真的，你每一块都有。我说真的，我刚忘记了，真的是风险跟机会。为什么我讲？如果蒋万安2028出来选总统，就没有蓝白合的问题。蒋万安不需要蓝白合。我真说实话，他选台北市有蓝白合吗？赢得漂亮。对啊，赢得漂亮。内战也是萨卡都。对，那他出来选这个2028总统之后，请问柯文哲出来跟他有得拼吗？帅也比不过嘛，形象也比不过嘛，人气更比不过，所以最不希望蒋万安出来选2028总统是谁？柯文哲。如果蒋万安出来选，柯文哲GG了，结束了，真的没有了，连想都不用想。你想要搞那个所谓的那个恐怖跷跷板，对蒋万安无效，对蒋万安无效。那但是蒋万安如果要选呢？如果要选，我觉得他的机会是比风险要来得大。为什么？如果蒋万安不选，第一个赖清德连任嘛，再等4年嘛，如果给国民党搬过去，不管是韩国瑜还是卢秀燕，一选到蒋万安8年没了，8年后的蒋万安还有这么帅吗？8年后的蒋万安还有这么大的人气吗？蒋万安，真的，我在跟你建议，好朋友才这样讲。真的，我是说真的。2026你连任以后，你2028如果你不选，你如果不选，不是等4年就是等8年。如果他不选的话，他还不如让赖清德连任。4年后还有搞头。如果真的这样，来小玉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时也命也啦哈。就是说你说卢秀燕，我觉得整个去年对她来讲似乎有点流年不利，先猪瘟，然后后来又到了年节的关头又变就禽流感。对，那看起来就是说对卢秀燕来讲，如果说这次禽流感没有处理好的话，那你看如果尤其过年又有这个鸡蛋的这个需求的部分，所以你会觉得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那现在大家讲到说2028还会想到卢秀燕，从卢秀燕不愿意承担党主席开始，就会一路的开始往下，然后再加上她的市政又出了这么多包。但是你真的去检视蒋万安，可是我身为台北市民，我也想不出来蒋万安到底做了什么。他就躺在那里，然后莫名其妙对啊，他躺在那边辉达就来了，他只要一直讲辉达。可是去年出了多少包？不是因为蒋万安。是因为台北市，就是因为台北市嘛。可是我觉得蒋万安他只要拿一个辉达，然后他就是行销他，然后他不就无敌。然后再来，你看他去年其实也出了蛮多事，包括他办了一个四状运，就四边包神不打洞，你想不出来四状运就是到底有什么亮点。可是他柯文哲的包了。又是变柯文哲 ，OK， 好，他争取的。那你说张文的部分，当然去年很不幸发生张文的事件，可是张文是你可以凸显说台北市政出现了很多漏洞，你没办法想象说一个 walkie-talkie 地下跟地上就连不起来，然后一个监视器的主机也失联，然后你说蒋万安，你刚刚一直在宣传那个双城论坛，可是他的快闪，我也想不出来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他到底有什么的攻击？可是回来又开始这个就是那个共建绕台的这个部分，军演的部分啊。所以你说蒋万安身为台北市长4年，他到底做了什么？除了到最后一个台积电，可是台积电大家就对啊，因为他选择是台北市啊。辉达对，辉达了。小玉姐走进台积电，你还没有走出那个。我在讲台积电，你讲台积电，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大家每一趴都要讲到小玉跟台积电，他自己总要贡献一趴嘛。我讲了什么？台积电，辉达。我觉得他完全被制约了，被台积电制约了。好，那时候就我认为就是说未来的4年，如果他真的要就是还要继续检验啦，我觉得就是说蒋万到底能不能经得起检验？这个市政的部分，我觉得民进党赶快派人出来，你要派人出来，你才有这个，不然就是说现在他拔剑四顾事茫茫，那大家都觉得说，那你就是稳了就稳了。可是你没有一个对照组跟你来检验的话，我觉得说就是太慢了。就蒋万安的这个人气一直如果扶摇直上的话，你要制约他也来不及。杨敏，如果这样讲的话，每一个地方大家都会说哪一个政治人物本命区，蒋万安本命区当然在台北，连任第一要务。第二个，刚才林涛已经讲，包括连新北都算在他的扣打里面。不是你们这样讲，侯友宜听了会不开心吧？那我好歹我是现任市的，但不管怎么讲，在辅选的过程，蒋万安一定也要跨到这。当然，如果跨到这，那台中呢？刚讲如果全部地方跑，台中每次选举都说决战中台湾，卢秀燕本命区一定是台中。台中到目前为止
就是看国民党看起来那民进党是何清纯已经在那方等，所以这一仗怎么办？刚刚讲到的，不是啊，你们大家在讨论这些时候，要把包括卢秀燕的想法，包括韩国瑜的想法。蒋万安2026如果连任，将军刚才站在好朋友的立场，提出那样一些的建议，你呢？第一个，我认为蒋万安可以大方的宣布，如果连任做好做满。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一定会被问啊，对不对？没有，因为你这个2028这个过去不会有人想象是蒋万安。即便我去年确实有一些绿营的朋友说，如果蒋万安选了，哇，赖清德就很危险，怎么样？是绿营的朋友说的。然后我就想说。该不会有什么2个太阳的阴谋吧？就卢秀燕、蒋万安2个太阳这样蓝军又可以矛盾。但我觉得蒋万安他自己应该心里有一把尺，就是他有急于要求取大位的压力嘛，比起你看卢秀燕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声势没有像之前那么旺，但是他在中部还是一个中霸天，当然那当然这一波包括这个农历年前他们所谓的市长的协调包括。这个所谓一些什么去年的猪瘟啊、禽流感等等的这些处理，我觉得对卢秀燕来讲，她确实有比较低调，但我们常常讲那个她可能只是这个稍微沉潜一下2026年，我认为是卢秀燕一个很关键的一年，它的关键在于说，中部的蓝营的选情是，不要忘记这个从2018到2022。在卢秀燕2次选台中的状况下，中彰投刚好这个基本上都是蓝营，而且是大胜，都没有至少都是10个百分点以上，每一次每个县市中彰投这3个县市甚至那个南投有赢过30%的，那像所以我说，所以这一次的大家会拿上一次的那个数字来比，一定会比所以中彰投如果蓝营这一次中彰投这个中部3个这个主要的县市有任何的差错的话，卢秀燕会是第一个要出来扛的。所以卢秀燕市长她如果被困在中台湾，那对她的2028相对来讲其实是会有压力的。对。所以我说，如果中台湾第一个你接那个台中交棒交得顺利，而且选得漂亮，然后再来彰化、南投，你能够顺利的把你的影响力扩及，再往苗栗、云林、嘉义一路往甚至北南，你都去扩及的话，那他的那个母鸡的光环，所谓的2028，自然而然大家就会认为，对你还是公主。那蒋万安的状况是在于说，因为现在他没有对手，就是绿营还找不到人，那没有对手的状况下，大家就会期待蒋市长来像这个谢龙介、柯志恩可能就说，万安来站台一下，对，反正你现在春联也来，大家一起联，对，所以就是他会很容易变成一个标的，他就变成大家争抢的明星。好，可是像刚刚这个于将军对万安的那个说过8年他还会那么帅，我告诉你，他过8年应该还那么帅，不会马英九就没那么帅了。他过8年也才50多而已啦，其实还是很年轻啦，所以他是一个有本钱等待的人。在蓝营来讲，我认为除非今天卢秀燕明确的说2028没有我的局，蒋万安才有可能进这个局。刚才将军讲的是年龄跟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些环境，就年龄上他应该还可以等，因为50几。如果但是政治上会不会你知道新人辈出？2028对2026结束2030，他没有角色嘞。不会，将军，如果2028国民党重返执政，蒋万安可能是行政院长啊。但是台湾的行政院长，你知道对，有可能可以选党主席，也有可能是党主席啊，也有可能是不分区立委进国会变立法院长啊，都有可能，它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因为如果今天他2026到2030，就2030他这个所谓坐满台北市长卸任。他如果是国民党执政状况下，他有无限可能啦。所以我说不用担心他的这个工作机会，因为我相信啦，对蒋市长来讲，他现在只有一个2026可以的选项可以选，他没有其他的所以反而是中台湾的卢秀燕是目前他只有一个2026一定要辅选成功，而且中台湾是不能输，甚至要赢得漂亮，他才能够把2028这个选项继续 hold 在手上。这张门票他如果掉了，那个对卢秀燕来还是真的没有机会。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卢秀燕现在整个政治的能量跟蒋万安不能比。我说实话，真的不能比。
那如果说卢秀燕不当市长以后，你认为卢秀燕的声势会往上冲吗？只会往下掉，不会往上冲了。所有你看朱立伦刚刚下新北市长的时候，那个声势多旺啊！后来呢，不就掉下来？卢秀燕势必往下掉了。我说实话，而且卢秀燕对于公共议题、对于两岸的东西，她不太敢碰，碰了也不会加分。那我为什么说蒋万安真的是要拼2028？因为趁他还没有对两岸琢磨很深的时候，趁他还没有被人家看破手脚的时候，要赶快下决心啊！那如果让他当了行政院长，那我告诉你，那个看破手脚更多了。所以我讲很多时候我讲的帅不是外表的帅，是他整体施政形象的给人家感觉至少还不差。OK， 你等到2028以后，万一他真的当了行政院长，你认为蒋万安可以给晚几年？2年就挂了，我跟你讲。但如果你真的盘整的话，来清华，绿营包括你说台南高雄，那媒体上面一直有讲，包括你说在高雄柯志恩会不会有机会啦，或什么，然后在台南你说刘永改跟陈亭妃的对决，对绿营来讲，这一定是丢不掉的。如果好，蓝营在现在4个直辖市随便丢一个，那就是大败。绿营更不要说南部这2都，如果哪个有什么闪失，那一定就是个大败。对，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顾好。同时，刚刚来宾所讲的，第一个顾好，你觉得南2都大概没什么悬念吗？还是有其他一些可能出现的变数？第二个，刚讲到卢秀燕，因为赖清德总统势必连任，要争取连任，卢秀燕、蒋万安，还有一个韩国瑜啊。你说韩国瑜过程当中有很多一些，包括他没事提的一些字，讲的一些内容，你很难想象他对2028没有任何野望啊！我也不相信他对这个2028没有任何想象哈。这个至少政治人物就这样嘛，因为韩国瑜毕竟选过总统了。是。那以他的幕僚来讲，如果你是韩国瑜的幕僚，不替你的老板去保留一条选总统的路的话，那这幕僚也太不称职了嘛。所以我才说韩国瑜的幕僚，不管韩国瑜本人想不想，他的幕僚至少一定会帮他往下继续做嘛。虽然不然立法院长下一站他要到哪一站去，也是一样是总统的方向嘛。哈，所以呢，这分几个部分来看啊。第一个是刚刚5个问的第一个问题，说这个民进党的那个南2都啊，就等于高雄跟台南部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啊？我这样讲，目前呐。看起来在高雄的部分呢，这个整合以大家各方的表态来讲，至少这个党内的裂痕哈，这个跟这个是没有像上一次的时候这么夸张了。就是你跟2018比起来的时候，是没有那个裂痕这么深啊。那时候是刀刀见骨啦。所以呢，这相较之下，我觉得这个高雄的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台南呢，目前看起来呢，还是有一些的这个情绪需要去化解啦。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你知道，在这个初选的双方过程里面，一定都会有情绪在里面啊。好，其中一方的支持者啊，这个海外的这个侨胞啊，他在这个他们的群组里面呢，就一直在认为说这个不能接受，对这个结果呢，认为这大有问题，不能接受。那然后不能接受要怎么样呢？他们认为要挑战这个陈亭妃的这个正当性。那所以你看这个情绪就在那个地方，因为党内初选的游戏制度规则是很清楚的嘛。那所以你要挑战这个游戏制度规则正当性，那个坦白说你是不可能翻盘。所以等于说这个情绪在梗在那个地方呢，就还有待消化。但至少啦，这个。对于这个，因为你胜出的是这个陈亭妃嘛，那对于这个林俊宪来讲，这个毕竟他跟这个赖总统是嫡系的，所以我觉得再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裂痕，应该后面也是会消弭的。所以我觉得南2都的问题相对还没有这么严重。那所以反过来讲说，这个在总统这条路上呢，因为刚刚大家都已经大点兵点完一圈了，从蒋万安点到韩国瑜，点到卢秀燕去，这里面我这样说了，蒋万安的连任这个选举是一定要选下去的，那只是说。蒋万安在选下去了之后呢，这个对于卢秀燕往总统的路去推，就即便刚刚将军有提到说他这个声势跟声量状况呢，跟之前受到这个朱温的影响是大受冲击的。这个对于卢秀燕往总统的路去推。就即便刚刚将军有提到说他这个声势跟声量状况呢，跟之前受到这个朱温的影响是大受冲击的。但是如果你是卢秀燕的团队，请问在这个时间点，你会直接甩下卢秀燕，还是继续把卢秀燕再往下推？你一定还是要帮他再往下推，往下做规划嘛。因为卢秀燕毕竟他今年这个市长任期到了，他就卸任了嘛。所以对卢秀燕来讲，下一站往总统大选的方向规划是刚刚好而已啦。只是说这里面唯一的遗憾是，他去年对于党主席选举这一局呢，他没有果断的选择进入，而这件事情在国民党党内至今仍然是有争议的，也就是国民党有人至今
当去年是支持卢秀燕的人哦，至今对这件事还是不满的哦。所以这个裂痕对于卢秀燕来讲，这个裂痕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就要看卢秀燕呢，她接下去有没有机会去化解这个裂痕，这是卢秀燕方面的。但是另一边来讲，这个韩国瑜韩院长。这他也是要往总统路走啊，否则他下一站在哪边？那国民党我们都知道，他之前呢，这个不管是在2020的时候啦，就2019的时候，还是2023的时候，当时反正对国民党来讲，也同样都面对到多组候选人的状况。所以国民党呢，面对多组候选人的时候，坦白说不是没有整合的，不是没有整合，或者说没有这个党内初选的处理的方式。但问题它的变数在哪个地方？它的变数是在于。到时候会不会有蓝白合这个干扰的因素又再出现？你看上次就是受到蓝白合这个干扰的因素呢，就2023很明显柯文哲因素一直在旁边哈，不断的这个对国民党也好，或者说对郭台铭也好，都有产生影响的状况，三方反而变得很复杂了。所以我才说这一局呢，到了明年来讲，会变得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复杂啦，因为是除了蒋万安之外。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之外，还有一个柯文哲，而你再去看柯文哲这个，我讲说，柯文哲要撬动的方式，撬动谁最好？柯文哲要撬动最有利的方式，就是去撬动韩国瑜啦。因为柯文哲跟韩国瑜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多啦，所以柯文哲如果去撬动韩国瑜这个版本，再去打出蓝白合的话，那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就一定是蒋万安能量最大？是不是会卢秀燕就能够把自己能量找回来？显然面对这个组合的时候都未必哦。如果韩国瑜原来的韩粉跟柯文哲的柯粉又重新站在一起的话，到时候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之间能量最大的组合是哪一种？恐怕也很难说啦。而蓝营的支持者要看什么？蓝营的支持者要看，一定是看这个谁能够赢，我们就支持这个组合。这不就是蓝营支持的这几次选举的心声吗？所以面对到这种心声的时候，你如果跑出的组合最后是想像这个样子的话，恐怕对于这个蓝营最后要定于哪一尊，这个还是很难说了。不过现在看起来，小雨，我们不聊台积电，我们来聊，尤其聊你最熟的人柯文哲。柯文哲显然是接下来2026胜或到2028，看起来是最大的一个变数。现在叫柯院长吗？柯院长对吗？对他要叫柯院长嘛。其实坦白讲了哈，不是我们外界一直要做什么2颗太阳的文章，是民众党在很多的小细节一直要提醒我们说，民众党就是2个太阳嘛哈。你看，包括他就是说过年啊，他做的这个春联啊，你这个落款啊，他推的这个春联款啊，因为民众党说他有做2种版本，一个是黄国昌自己个人的党主席1人落款，然后一个是这个两个黄国昌跟柯文哲联名的，可是我找不到。你有看到黄国昌的这个1人落款的春联吗？我看到的都是这个啊，就你看黄国昌跟柯文哲2个人的叫万众同心啊。那你说这个春联啊，还要把柯文哲放在上面，那他的说法啦是说不想要比较啦，就是说如果有的人，如果你一定有人就会拿来，谁拿得多大家都去拿柯文哲或者什么什么。对，所以他就干脆就做这样子。可是黄国昌说他还有做一个1人落款的，这个也蛮怪，我是没找到啦哈。那你看他连做这种1块钱的这种小红包，他也要做两面的，一面是黄国昌的这个马上冲拿着冲，然后骑着马上冲的意思。那柯文哲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哈，叫做好事发生，就 horse 好事发生也是有谐音梗。那他就是为了也不要偏心，所以就一面做黄国昌，一面做柯文哲。那我要讲嘛，如果说你们觉得党主席只有黄国昌，是不是只做黄国昌？可是不是啊，是你还要硬要把柯文哲再做上去啊，不是？所以我说不是我们在做2个太阳的文章，是你民众党一直要提醒啊，一直要提醒说，我们现在党内就是有2颗太阳，所以我们不偏心啊，你们要拿就是一次要拿，就是不。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在做文章，是你民众党也提醒大家嘛哈。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说，这个也蛮怪的，就是你在这个过年前，你就硬要再给柯文哲一个新的人事，叫什么国家治理学院的院长，还要赋予他的角色哈。那说实在的，就是柯文哲，如果说你没有给他一个位置的话，他其实身份尴尬。好，那你到底是顾问的角色，还是前党主席，还是呆？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就是说呆，然后就是他的角色就叫呆这样子，这也蛮怪的。他来开记者会又要坐中间，又要坐 C 位。好，那你看访问的时候呢，这个无论如何去哪都有在这边。那辅选也要2个，就是，所以他看起来就是柯文哲，就不管是柯文哲，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角色，还是说他就是黄国昌就觉得好了，反正你也是给你一个。那现在柯文哲
扛着这个治理学院院长的角色，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去参加任何的决策就任何的决策，就再也不是顾问或短癌的角色。那柯文哲当然也很聪明啦，他也知道说好外界又为做文章，所以他就讲说我现在看到法条很头痛啦所以我这个什么立法院的事情就交给黄国昌，他就自己来辅选。可是我不觉得，因为坦白讲，你能辅选哪里？你现在只剩下嘉义、宜兰，好，那黄国昌你就只有这2个地方不然你还能够跑哪里？所以以柯文哲这种做，而且他自己还自曝超多人排队要去找他。他说只要人家去找他，他就是要叫大家就开一堆书单，就是你先看完书再来找我这样。所以他自己这个有意无意话中都一直显示说，你看现在大家排队都要来找我，他有意无意就要跟大家讲说，现在民众党是我来掌控这件事情。那最后要讲啦，就是说你黄国昌现在就是说卸任之后，看起来你只剩下新北市了嘛。然后他自己还兼了一个什么他有什么执行长？对，政策会政策会主任委员。可是很难想象，就是说你党主席你自己在接一个政策会，可是你的这个位置又在这个院长之下，所以他们的关系真的蛮怪的，真的蛮怪的哈。那我也不认为就是说开议之后，黄国昌你还可以再掌控这些立法院即便柯文哲是这样讲，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他的心思应该要摆在那个新北市，毕竟新北市如果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会觉得选到底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只要柯文哲在的一天他绝对不会让黄国昌这么快轻易就是大家说我们3月份就退，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你即便他要退的话，你要到8月，不然你现在什么都没换到真的现在什么都没有换到你宜兰这个什么嘉义什么都没有换到那你连4亿元都还没有换到状况之下，你现在退不是就不符合柯文哲的一个战略所以林涛对你们来讲，当然有人是半开玩笑讲，现在在立法院是8期带着52期在打仗，那地方上面那也要看着看着柯文哲的脸色。刚刚讲到，如果他真的要跟你换，2023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嘛，他也讲过，他只要在10个地方关键的10个地方提，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就会影响很大。事实上也可能会这样。那现在呢？时至今日，国民党还是一样这个样子吗？我觉得2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蓝白的气氛有没有被破坏。那地方上面，那也要看着看着柯文哲的脸色。刚刚讲到，如果他真的要跟你换，2023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嘛，他也讲过，他只要在10个地方关键的10个地方提，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就会影响很大。事实上也可能会这样。那现在呢？时至今日，国民党还是一样这个样子吗？我觉得2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蓝白的气氛有没有被破坏。目前看起来，除了柯主席零星几句针对国民党的一些，他说你们玻璃心这个应该是少讲了，因为大家现在的气氛还很好嘛，大家大过年的，大家很开心嘛。而且说真的，黄国昌主席那时候，我们不是说中常会已经核定吗？2个蓝白提名小组的对接，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蓝白各自提出一个候选人，在3月之后呢，大家进行民调的比拼。比如说宜兰，那大家就很 OK 了嘛。只要国民党比拼完之后，再跟晚会然后来比一下，大家就有一个人选出来。所以应该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不要有太多的个人的一些想法。第二个我会觉得今年在年后，可能台湾民众党因为黄国昌主席他要卸任，然后他还是台湾民众党的主席，可能他们在讨论这些政策跟节奏跟提名的过程中，自己可能内部也许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整合。这时候正是国民党把自己脚步踩稳的时候。OK， 来苏佩，对你们来讲，蓝白合觉得还是这么坚不可破的一块，然后对你们造成这么大影响吗？是吗？那刚刚这个林涛讲话为什么这么心虚？我觉得很简单嘛，气氛很融洽。我跟就是这个民众党自己讲的，他们现在就是有2颗太阳嘛。刚刚这个林涛讲说什么3月之前，然后各提人选，3月之后再来做民调，这件事情谁谈的？黄国昌谈的。柯文哲同意吗？柯文哲有同意这个版本吗？没有啊。那柯文哲在这个版本里面，他能够换取什么？国民党到现在都还没有谈呢。你到底议员要让几席？你说他现役的议员要不要让我徐府？光这一席你就谈不定了嘛，对不对？然后你新北市黄国昌有提了这个所谓的5大金钗，这5大金钗，国民党要不要让？
我觉得讲很坦白啊，你蓝白合当你要合的时候，如果我全部跟你做民调，然后就莫名其妙，然后就输了，然后全部都支持你国民党，我民众党换到什么？民众党就真的鼻子摸着，然后就是认真的帮国民党2026年的辅选，然后就结束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柯文哲就不叫柯文哲了啦。柯文哲从头到尾其实他就是这个两面手法嘛，一方面右手跟你这个握手要跟你合作，另外左手就是拿着棒子会打你一下嘛，这才是他的政治利益啊。他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才能够，比如说骂蒋万安就好了，骂蒋万安有没有声量？有啊，对不对？换来林涛就给他一阵的称赞呐，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在这个节目上就开始讨论他，就称赞蒋万安，也提拔了柯文哲，但不是吗？对不对？你让柯文哲也有声量啊。对柯文哲来讲，他就要这样子的声量。那这对蓝白合会不会好？起码我知道，国民党很多的支持者就心里不开心嘛。比如说，他那时候拿着这个所谓的陈昭之的这个代理孕母法案去跟这个柯建铭谈的时候，还有包含他后来出来讲说，他跟柯建铭谈的这一件事情，其实是要换这个总预算，还有换军购的预算的时候，国民党的支持者非常非常愤怒。我们这个议会里面，国民党很多的同仁在服务处里面就有支持者马上打电话去骂柯文哲，对不对？所以蓝白合如果真的要合，没有换到柯文哲所要的，只是黄国昌所答应的，我认为合不下去啦。所以蓝白之所以能不能合，还是要看柯文哲有没有换到他满意的东西。但就我所知道，以柯文哲的个性，就算是他现在跟你说的之后这个翻一页回家之后也会变得不一样嘛？不信你问林涛，对不对？那六点协议不是就签一签之后隔一天就不算了吗？我只有一句哈，我是希望黄国昌主席谈完了就不要再变动了啦。哈，就是说其他有一些。但你把柯文哲放在哪里？就是他不是说他要去经营南部吗？那如果整个大局跟立法院的政策是黄国昌主席主导，那也很好啊。但姚明看起来，其实国民党不只是国共论坛之间要面对共产党，柯文哲。他常讲，他大概最崇拜的是毛泽东吧？毛泽东战法之灵活，所以国民党是要面临到另外一个毛泽东化身的柯文哲吗？那这一波的所有的说他以毛为师，然后他所有这些灵活的运用，对民众党来讲，他确实攫取了最大的一些利益，是不是？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要让民众党叫极大化，这是他一直以来他创党的目标嘛。是希望黄国昌主席谈完了就不要再变动了啦。哈，就是说其他有一些。但你把柯文哲放在哪里？就是他不是说他要去经营南部吗？那如果整个大局跟立法院的政策是黄国昌主席主导，那也很好啊。但姚明看起来，其实国民党不只是国共论坛之间要面对共产党，柯文哲他常讲，他大概最崇拜的是毛泽东吧？毛泽东战法之灵活，所以国民党是要面临到另外一个毛泽东化身的柯文哲吗？那这一波的所有的说他以毛为师，然后他所有这些灵活的运用，对民众党来讲，他确实攫取了最大的一些利益，是不是？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讲，要让民众党叫极大化，这是他一直以来他创党的目标嘛。那如果今天我变成你的小蓝，我变成你的小绿，他对民众党的发展都不利啊。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站在他的立场。他当然要我如果要跟你合作，你要给我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所以政治很现实的。可是现在我说，对于蓝跟白很多的基层的支持者，期待的不是民众党多大，不是国民党多大，期待的是什么？期待的是民进党先下来。我说这个才是接下来所谓蓝白合，蓝白合不再是跟军乐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军乐那时候是比如说马英九，哎呀很气急，这个赶快急啊，哎呀这个谁来，我们来开个会有没有机会合？那个时候支持者都还在，侯友宜比较强柯文哲比较强彼此是没有默契的。可是现在我认为啦，基本上现在所谓在野党的支持者对民进党受够的那种气氛，已经会变成说，如果你们两边谁还在政治算计最后可能会两败俱伤。那如果对你这样讲的话，对柯文哲现在的算计，他们就不符合你刚刚讲在野党基层。对，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看到
小草里面的这个族群里面，当然有一些很挺柯的，当然他们说我们就是挺柯文哲才支持民众党嘛，有这样的声音，但是有一群他们开始觉得。话不要这样讲啦，是不是可以这个为了大局，这是我们就要再次推销叶元之的大局观，它现在变成一个叫主流论述，就是大家还是得要为了这个什么大局，就是一定要这个政党轮替这个大局来前进那我认为啦，这个因为柯文哲他不是一个自由之身，我说自由之身，因为他还有官司，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在大年初2嘛，再过1个多月这个柯文哲就要准备面临一审的这个关卡，那个时候柯文哲的声音还会不会这么大？那可能就是还有待观察。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好不容易他可以畅所欲言，可是不代表他1个月后，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一审被判有罪那民众党要不要处理他？这对民众党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当然，我们大过年，我们先不要唱衰他。但是呢，我会觉得说，这个对未来民众党的发展来讲，是不是一个一人之党，会在一审判刑的那一天会有一个考验。OK， 对，接下来那国内所有的合纵连横，看起来柯文哲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一些的发展？那国内刚才所有的政经形势对年节选战又会有什么影响？刚讲到柯文哲院长，现在叫院长，对，柯文哲院长，然后接下来呢，3月26那个宣判，当然对国内未来这些影响至关重要。3月26是礼拜4，小玉本来都会在节目里面嘛，对不对？对。OK， 那因为前面那个台积电那些，3月26号见现场来宾同意吗？大家用投票表决，大家同意小玉可以来吗？谢谢。你看那个判断，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一定要来。林涛同意吗？同意吗？苏北同意，赶快补台积电。有实力买8张的，我们不能不同意。OK， 没有，他要追他那320万，当然要赶快来。OK， 好吧，那就让你谢谢。好，那这些对国内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明天我们大年初3见，拜拜。